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直升飞机，大坦克，哎呦，我的好哥哥，你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你就把人大门给撞坏了。没关系，把他们经理叫出来，咱们赔他钱呢，对不对？来，找，问前台，经理呢？赔钱，赔你钱，我们有的是钱，赶快拿钱呢。好梦旅社负责人甄经理。哇塞，有没有人？这电话也没人接啊。对呀，里边有人吗？看看有没有人啊。里边有人没有人啊？哎，有人吗？经理，有人吗？甄经理死了。甄经理嘴唇发紫哎，中毒死了。啊 ，Oh my god！ 甄经理要是这么死了，那我们怎么办呀？对啊，啊，这次的体验真是弱爆了。怎么回事啊？真的是，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呢。什么事情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要退钱吗？对，退钱是肯定要退的了。走吧，这里还有低消呢。钱？低消呢？你们还要钱呢？啊！天哪，真是咋的？爆了！这儿吵呢。哎呦，你这是谁呀？这死了个人，这是那个甄经理2位啊！哦，经理，哎，我们就是要找经理赔钱的啊！他都死了，不用赔钱，咱们就完事儿了嘛，对不对？那走吧。死了就不要钱了。我们把这个酒店的大门给撞坏了，所以我们来找他赔钱。找他赔钱是要赔给他是吗？对，我们就讲礼貌。哇，你这好善良啊！那你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这么独特呀？打扮的？不知道呀。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只是来这里那个住店的。对。
我平时穿这样，我每天都会穿不同样子的衣服，从来不穿重复的。你的那个衣服体系里有我这种吗？有啊，我不削的看的。好过分，好过分。他们俩看起来在我面前好高贵哦。对对对，不是就真的不管死者了，还在聊我们的穿搭吗？这是一个美妆节目吗？这让他多躺一会儿吧，要不然就。对，既然经理死了，那介于你们几个都在场，哎，那自然咱们两个，哎，就只有我们能看到这个神奇的小本本。小本本。现在是 M235年4月30日上午10点10分，这里是好梦旅社哈。对，好梦旅社。死者是好梦旅社的甄经理，男，年龄未知，然后被发现时死于就是经理办公室。对，死者他的嘴唇、手指发干，疑似窒息而亡。而旅社又仅有你们6位这个时尚达人，所以呢，嫌疑人就锁定在你们的时尚达人之中。Fashion， 怎么样？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位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容易。容易呀。对，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的容易哦。我叫欧快乐。嗨。哦，是这样的哦。不是快活吗？我叫欧快乐。他好像那种弹窗里蹦出来的那种人啊。弹窗里。我叫新福。心福啊，一看就很舒服，很有福气，快乐、幸福、容易。对，幸福。快乐、幸福、容易，你不会叫做躺平。我叫和平，不是，何家教，我是个家教。家教哦，我是陈研究。穿得很学术吧？您叫做魏旅客。他叫什么？为什么？魏旅客，他因为没有去过马耳他，给自己起名叫魏旅客，因为他没有，就是未能旅行，未能旅行的旅客。魏旅客，哇！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去大厅，咱们聊聊，是吧？部队长证明吧，谢谢各位，来，出发，走。好，那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就从这位头发特别亮丽的朋友开始。哇哦，哇！他现在好像我们做了延伸啊，座位的延伸，座位的延伸变成了，他跟椅子长得一模一样。哈，你这个椅子精，椅子精。椅子精，我是第一次听说。来吧。老天保佑，金山银山全都有。老天教我别管多贵，钱管够。我是不差钱的欧快乐，主打一个快乐。富婆。哎，你太棒了，你一眼看到本质，我就是富婆。我没看出来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了，我叫富婆啊。那你是这儿的老板吗？我不是，我就是来这儿的旅客。哦，好嘞，行，下一位。来了。怎么了？空气突然间变得很暗黑哦。刷卡如摘花，余额会发芽。有颜有闲有钱，生活本该如此潇洒。我呢，就是字典里只剩下“容易”2字，生活对我来说易如反掌的容易。哇，她也是富婆。哦，明白了。哎，我看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收入的人吧？不要看我先，你的收入就是很正常。先不要看我，按顺序来，对吧？我明白。没有发现我排在最后一个吗？他们都金山银山了，就是哦。我是一个金融系的大学生，今年20岁。大学生就可以这么富足，哇！好，哎，这位一看应该就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说钱，就感觉我有一个问题，上班和上学哪一个更苦？
试试当家教吧，2个苦一起吃，吃得苦中苦，又上班又上学。我是一个家教，门门都精通，教你很轻松。请各位注意，这个旅馆叫做好梦旅馆啊，地上有它的 logo 里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中心的字母是 H。我姓何，所以我注定是凶手。要来一次，要来一次。我就是没什么钱的，我是很努力的工作才能够来这儿体验一次。所以你的梦想来这儿体验什么？这个它的好处在于，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体验胶囊。那是这些胶囊是你可以感受各种不同的人生，比如说他俩甚至可以在某一个那个体验胶囊之后，他们可能变成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都有可能。就是你虚拟现实啊。所以他俩是幻想自己是富婆，哎呦，平衡了。把你那衣服赶快给我还回去。有可能那个是我的衣服，你知道吧？到底谁在幻想？什么时候换衣服啊？但是我们在用胶囊的时候但是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谁啊。不知道，不一定。它是这样的，它会有不同的层级，有的胶囊真实到你可以变成别人，是不是？你看，对，就是这样。来吧，来这边观众区的朋友们，你们好，然后这边来看一看这边啊，然后来你来说一说这位朴实无华的观众，你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了不起。来，您说说您的了不起在哪儿？我看过古墓的遗迹，看过流星划破天际，去过国外淘金币，看足球比赛的博弈，上过天去当苦力，也展现过魔术的奇迹。我就是走过时光的旅客，这也不对，没了，对着好难受啊！怎么最后没有压上？这我都使了大劲了。戴老师，你给他压上。最后一句就是这样啊。我是走过的旅客，最后一句没押韵，然后这不是一样的吗？这就已经押上了呀。你再补一句马耳他，我确实没有去。好，我知道了。对，上过天去当苦力，也展现过魔术的奇迹。对，马耳他确实没有去。对，可以，全押韵。我就是时光的旅客，为旅客。那你是可以穿越吗？还是只是？就是一个旅客，这是个旅社，我是个旅客，还没懂吗？懂，这押上了吧？这是个旅社，我是个旅客。你这来，下一位，要7个闹，怎么都变这边全是 rapper 啊？就是你应该不是吧？我不是。不说不知道，一说怎么样啊？蹦不掉，吓一跳。我喜欢讲理的人，他不说咱哪知道去？对，不说不知道，太有道理了。哎，科研技术不得了，大脑研究咱有一套，开发左脑和右脑，逻辑清晰，创意妙。我就是帮你们长脑子的陈研究。我们不需要脑子啊！我们不需要脑子。这话说的确实没经过脑子。你看见了没有？富到连脑子都没有了，狂到什么地步？太过分了吧！他可能他的脑子很贵，因为是新的。千万别用啊！千万别用。不需要脑子，不需要。太棒了，他帮咱们找脑子的。为什么幸福总是如履薄冰？哎，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网店还没有上新。为什么你在做梦的时候还在当牛马？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梦境网站还没有出马。智囊的诱惑，全都是好货。白天悠悠，晚上悠悠，一直在悠悠。嗨，我是一个网店的店主，我叫新福。你这个合理，因为你的所有的穿搭都是有借鉴性的。对，他们这个确实跟不生活，很靠谱啊，感觉你这个。是我就是一个那个正常的，辛辛苦苦。他说正常，
你说谁不正常呢？我就是一个正常的。这是有钱不正常，还没脑子，气死！所以你们跟死者的关系，我是顾客，他是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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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嘞。我是顾客，他是经理。哇塞，我第一次听回音还有男有女，回音还能有男有女啊！哇塞，好棒！什么玩意儿？他那个这不对位肯定不一样了，他没有脑子，太棒了。我是顾客，他是经理。我回应就是我跟大家一致一点吧，不要显得就是太高傲了。对，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现在融入来不及了。来，然后那最后一次见死者是什么时候？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昨天14点到14点30办入住的时候，我见过他。就是办入住的时候碰见过他，后来 check in 的时候。哦，哇，英语不错。你对英语不错的这个认知非常对，非常的低。可以，这就不错。你呢？同上。同上，你俩是同时的，彼此见过。见过的，一起办入住的时候。哦，我们都是2点到2点半。2点到2点半。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点半。我也是。你是跟谁也是？你是像他们俩就2点半办理入住吗？然后在前台见过。对，一样的。是。你们6个人应该算团购嘛，就是一块儿来的，是不是？啊，他好像是不是他的入住的时间是固定的，他就是这点儿办啊，完了后边就过但是你期号了。们都说最后一次见是2点半的话，就是说明大家都说在之后没见过他了。对。对。那昨天晚上你们都干了什么呢？晚上当然是要去干私事的喽。私事啊，有钱人的私事是私事不能告诉你啦。私事几点？我是办晚饭之后去办了点私事，然后我是10点钟开始在房间体验这个黑色胶囊。您的晚饭是几点吃啊？大家一起吃。 6点。对，差不多。6点吃的啊。应该是6点到6点半。对。同上。什么同上？你也是？他怎么又同上？对，我是6点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6点半我回去休息，10点钟的时候开始体验，我睡了一个好觉。哦，就等于说他这个体验是跟睡觉是同时发生。它是有一个装置，你把那个胶囊里面的芯片插到那个装置里面，那个光一照到你，你就睡了，你开始体验了。我觉得它的原理比较像是你开始进入一个 VR 世界啊，对啊，就是啊，所以跟你真实的睡没睡着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它就是一个梦境体验机啊，对，是吧？对，这个旅社就是对。好嘞，您一样，我也是啊，晚饭后办了点私事儿。你睡觉也是10点？10点，啊，我吃了饭，然后就没有出过房门了。我也是6点到6点半吃饭，然后10点回去体验梦境，一样的。不是这一趴问的，真的好对啊！这问了白问。对，都一样，基本上都是同上同欧。它适合这种重复，因为咱们的主题歌就是舒克一直在重复，它就适应了咱们的主题曲啊。对，那怎么办呢？那为了能找出真相，咱们只能开始搜证了。好，大家一起搜，走，要搜一起搜。来领取我们的探案神器。外星人电解质，咱们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充电。干杯饮用后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阿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吧。外星密语依然是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来，干杯！干杯！耶，我们的探案神器。我来，没事儿，中间的一定不会是，我觉着。我就拿第2个吧。我拿这个。谁是8？我是8。你是8，我是7。哇！真好。哇，4，哎，4不错，4是最好的。你俩有一个是1，有一个是1。
谁是一啊？看，你们俩谁是一？来，谁是一啊？一、二、三。喂！Oh my god！ 一也没事，不就是错吗？有什么？谁有 buff？ buff。外星人点点点截止，累了充充电，带你外星人。哇，好厉害！他又是最后一个，还有 buff， 好，太牛了！厉害！那走吧，我们去搜证吧。请。哎，你俩不去啊？我们在这儿要在这儿先找找。哦，好，来，那我们去喽。咱们各玩各的啊，来。布局图。哎，为什么有6张啊？哦，不一样，这是来的人，这个是今天的。22点后开放胶囊体验。走，去里边看，是吧107，他没写门牌号是吧？只有那个。行。在里边不是有一个密室吗？密码。八干。有速效救心丸，用于心脏病患者。都是幸福童年。看，当然我说是对的。3分钟内进入深度睡眠，只开了1盒。这个安眠药不是吃的，它是点着之后闻的呀。哎，这是什么？记忆分很多类，好梦体验相伴入睡，在旅社有救，不必言累，因为累了充充电，就来瓶外星人，只有帮助外星人喝到正确的那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充充电才能打开。哎，走迷宫。这瓶。对，这瓶是迷宫尽头的那瓶。哟，开了。好梦旅社工作手册。好梦旅社希望所有旅客在梦境体验后都能继续积极阳光，尽兴生活，有外星人电解质水的陪伴，时刻感受运动带来的多巴胺，时刻电量满满，尽兴生活，无所畏惧。哎。这是你的吧？对，我就是走过时光的旅客，各位旅客。来了，哦，顶流人生，他要体验顶流人生，体验了2个。哎，这儿有一个，哎，真坏呀，藏那么高，这不欺负我吗？这是谁呀？猎人，猎人那是，这什么东西？哦，1号店，学长，需要没有瑕疵，我们屋里不缺什么。哦，他是那个梦的猎手，梦的猎人，捕梦的。我103。
我是不差钱的欧快乐，主打一个快乐。让我看看它的胶囊，它使用过了2个。天上人间啊，手机一部。哦，老聂，你最近很 emo 啊？看你是我老主顾，给你送个好东西，别外传哦。好梦旅社邀请函，女人赚了点钱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哦，懂？哦，原来这个是欧的。哦。你的时间，吓死我了！猎人，怪不得今天有那么多有的没的，可以呀，藏得不错呀。什么呀？还有哪儿没有吗？上面那个我虽然费了点劲，还是能拿到的，好吗？这个项链你不是藏在上面了吗？然后呢？没了吧？还有啥呀？还有。你别影响我工作。还有，你藏哪儿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哇！我想去105哎。啊，到了，哈。我是一个家教，门门都精通，教你很轻松。好，我就知道这个书后面会有一些东西，不然还能藏到哪里去？这是什么？何家教教育背景，常青树。文能提高成绩，武能陪伴逗乐，高端教育的不二人选。啥都没有。床垫里肯定有。啥？我不会搜完了吧？不可能啊！哦，哇，不至于吧？哎呦，什么东西藏这么深？用了2个。这个下面会有啥吗？嚯，果然，床底下密码。Oh my god！ 哎，只有我们仨上来了。我是生活对我来说易如反掌的容易。你把证据藏哪里了？哦，在这儿。这是谁啊？可以播放音频的。哦，这是他在参加一个葬礼，大家都很伤心。这是一起车祸吗？还是灾难啊？灾难。他为什么？他感觉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哎呦，这孩子一口气整了10个，全玩了一遍，血腥暴力。他走的是这个风格。喜欢暴力游戏呢。哎呦，名流，容易，他是个名流。我去207星星的房间。
终于找到了一个梦境胶囊。别划走了，你的胶囊来了，内容升级，价格不变，好评率。自己在卖这些啊？哇，这么多！血腥暴力。血腥暴力7，鸡虾鱼，完美人生，个手机，密码。密码，好远好远好远呐！科研技术不得了，大脑研究咱有一套。哎呦妈！这个有什么好藏的？神研究，数字网络神经研究中心研究员，脑机科学技术研究院。他不会是也是研究那个黑胶囊的吧？青春校园，他用了2个。哦呦，这还有啊？嗯，我先看看这个还是先看看这个呢？我都，哎呦，这么重，这么重啊！哎呀，果然是有东西。啊 M 公司，这谁呀？M 大学 M231 戏剧表演系1班毕业生去向登记，贾月月，贾爸爸。我绝不允许！啊！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哇！全都怪你们！这是谁啊？这个画框后边有东西。哦，他们小时候的经历哈，幸福童年。你看这是梦境吧？啊。哦，这是小女孩吗？还是这个龟应该是那个陈？为什么？你看远处还有一个大拇哥。哦，哇，还真是，嘿，这大拇哥挺逗的。搜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获得万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加时100秒。走吧。啊，真脏，好难找啊！是不是被他们都搜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地方吗？应该是有个密室。箱子没有钥匙。哇！要找钥匙吗？我不会什么都找不到吧？搜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1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
创作吧。他是怎么死的？心脏病死的吗？我的感觉，他俩是来做调查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俩是来圆梦的。他们不知道是干嘛的。那杀他也不一定是干嘛，他就是说，他们既然来做梦，那个真提前知道了他们的之前的一些想法，然后来利用梦境控制他们。然后他发现了他的阴谋，其实是用大家的梦吸取他们的精华，然后去编成小说去卖钱。咱们听听他们的故事吧，进吧。好，梳理吧。谁先？第一个，有请我们的初音未来。初音未来，你，我先来呀！我也太紧张了吧，我还没有捋明白。没事，你说别人。别人我也不明白。你去的谁呢？我去的是陈研究的房间。哦。我进去了以后，发现他1、2、3、4、5、6、7、8、9、10有10个黑胶囊。它的主题是青春校园，1和2已经看过了，是吧？低消嘛。啊。我们来这个好梦旅社啊，它是要拍卖这个邀请函，因为只有这儿有黑胶囊 ，special 特色产品。怎么判断他看过了呢？它这个是我们用完以后，那个芯片会自动被那个机器吸收掉、吃掉，一次性的。哦，它是一个黑色的胶囊。这个胶囊打开之后，里面是个芯片，芯片拔出来之后插到床旁边的那个体验机器里，你就开始体验了。当钟声一响，你就知道是体验结束了。OK。然后一个罐子里面有好多这种普通的梦境胶囊，这普通梦境胶囊的名字实在是什么豪门家族啊，什么神厨夫人啊。你是看那个抓马短剧的是吧？对，就是这种。重生之少爷在学校当校霸。然后我全部打开看过了，都是看过的。然后呢，就是有发现陈研究的他的身份，他的名片，他是数字网络神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公司是脑机科学技术研究院。脑机科学，你给我们讲讲这个具体是研究些什么？首先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有啥真假的？看不出来。就是把你的脑袋里的信息变成数字上传到云端，然后你们享受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代码，然后转换成的图像和感受。哇，你工作这么高端啊！我给侦探介绍一下吧，就是梦境胶囊和黑胶囊在体验感上面有一定的差距啊。黑胶囊是非常非常接近于真实啊，那梦境胶囊就会让你感觉到，不错，还不错。就是说，梦境胶囊只是为了你舒服，对吧？就是感受，然后那个是真的能进去。对啊。所以黑胶囊是一次性的，用完即焚。梦境胶囊是免费使用，这个芯片用完你拔出来，你下次还可以再用。明白。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陈研究有个非常重要的邀请函。哎，我那里有画吗？是艾玛。哦，厉害。您好，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出席梦境胶囊年度非公开交流会 ，VIP 区专属。技术前瞻内部交流，仅限梦境胶囊技术顶尖人才参会。所以今天他有一个这么重要的 VIP 才能参与的会议，他却没有去，他来了这里。为什么？为什么？这对我来说就是个普通的会议。他真的顶尖人才，他巨牛。哎，对你来说是个例会，是吧？对，例会。顶尖人才的例会，这太离谱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身份吧。我们能听，应该跪着听吧？我先跪一下。来，我其实是这个，对，我就是这个梦境胶囊的创始人。你太牛了！是说梦话的还是真的？真的，创始人。因为你看在座的也没有其他可以创始的人了吧？我可以，哇，好棒！我今天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例会。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对你来说，今天杀人更重要。哦，杀人更重要。哇！那我再多问您一句，你也是黑胶囊的创始人吗？不是。懂了。然后呢，有一个已经看过了的黑色胶囊，什么主题？主题是活力校园1。哎，那他刚才看的那个是青春校园，这是活力校园。就是我不是第一次来这个旅社了，这个是我上一次付费的产品。哦。4月15号，上一次来看活力校园，然后在活力校园里边没找到。不是看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感觉到这个黑胶囊不对劲，它好像过于真实了。可是过于真实不是一件好事吗？过于真实就是在我的学术认知上面，就是用正常的技术手段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哦，有歪门邪道啊！哦，从我的专业知识来讲，它可能在我设计的架构上面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让这个体验感加强了。接下来有一个 M 大学 M231届戏剧表演系1班毕业生去向登记，后面他圈了一个贾月月女升学，后面他圈了一个贾爸爸的电话。然后另外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偷拍的视角，一个男人在打电话，背景是 M 公司。那么这个 M 公司跟你是什么关系呢？我上次体验的是一个父亲的视角，然后父亲这个姓贾，然后他有一个孩子叫贾月月。贾月月。然后里面孩子的大学的资料呀，我就记下来了。我就想去看看这个黑胶囊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就通过这个贾月月找到了他的爸爸。但是我去到这个 M 公司找到他爸爸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旁敲侧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记不得自己有一个女儿，也记不得自己有妻子。然后我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觉得他可能对于他的提取者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哦。我用一个你们能够理解的简单的比喻来讲，如果说我的梦境胶囊是把脑中的文件复制粘贴在胶囊里，那这个黑胶囊在我的理解中用的是剪切和粘贴的方式，就是被提取记忆的那个人其实被切掉了。对，切掉了。我推测他一定不是用自愿的方式，用头戴方式自愿上传的，因为他如果知道会被销毁或者被剪掉，他不会上，他是用非法的手段，这就是个黑产业链了。哦，天哪，我这鸡皮疙瘩一身上起。然后这个照片的背后写了一个"我绝不允许"，这个是你写的吗？因为我设计这个梦境胶囊是有一个美好的初衷的，所以我不允许的不只是大家这个曲解我的技术，我觉得是不能允许他们改变我设计这个的初衷和最开始的善意。我不允许别人在我设计的架构上面用这样残忍、非法的手段，然后谋取暴利吧。动了你核心的这个东西。对。
然后还有一个邮件，235年的4月20号给你发来的这个邮件，写的是调查结果。陈研究，上次你让我调查的事情已有结果。好梦旅社提供的黑胶囊服务是由 K 集团内部代号为老 F 的人开发的，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你在调查这个事情吗？这个就是我这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找到老 F。等于你不是来圆梦，你是来这个调查啊，就是这。下一位有请荣。哦，我来分享。哎，我们俩有钱人老在一块儿，就老提这事儿哈。哎呦喂，他们可能嫉妒我们吧？这是什么东西啊？美女的事你少管。因为你们的世界我也进不去。星星叫我，对我说你要不要把衣服脱了呀？或者再换一件？为什么？有可能，也许他是我们当中最有钱的那个。哦，你是从哪里对我有这些判断的？因为我就是去了你的房间，因为他扒开你的一切，希望你能够对他掰从宽。首先呢，在他的床头柜发现了一些黑胶囊，主题是完美人生，都用过。哎呦，完美人生啊！那就是你对这个完美人生有执着是吗？你自己的生活就很不顺。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这个黑胶囊，我觉得很好，然后我今天就又预约上了。预约上了之后，反正我努力挣钱嘛，我有钱我就消费啊，我就消费了10个，那又怎么样呢？也没有人规定不能消费10个呀。他才真的有钱。对，在这方面我舍得花钱的，取悦自己有什么错 ？I'm not rich, but I'm happy 。就是说吃着烙饼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啊。对，我就喜欢那种啊。那你体验完了觉得完美吗？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受，只能这么说。就是我看到的也不一定是我完完全全想要，但是只是说很上瘾。然后他有一个梦境胶囊线上商城。梦境胶囊是可以对外销售的，对，是正常销售，合法。梦境胶囊是一个很普通且便宜的。对，说白了就是梦境胶囊就啥也不是。你看他的眼神。完了，他说你东西啥也不是，你撞死人啊！让你去一趟马耳他呀！哎呀，你可以开一个黑胶囊，没准能体验马耳他。哎，对啊，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马耳他胶囊。然后我在它的商城里面看到了4款不同类型的胶囊。第一个呢，就是吃下一头牛，单价呢是1000，销量60。然后呢，评价是这样的：过安检，警报器响了，原来是我铁了心要买。非常受欢迎，您的企业真的不错，是吧？不是，他的梦是要吃下一头牛啊，这挺爽的。这是恐龙的梦想。这个恐龙说我要吃下一头牛，就是吃下一头牛，我还稍微能理解，但这撞死全世界是……我的妈呀！啊，这不泄愤的吗？报复社会了。哦，他们卖一些偏门的梦是吧？就是极端的那种。还有呢，就是帮忙砍一刀。我确实不是有钱人，那我就得去赚钱。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网站吧，其实如果正常的卖这个，就是您公司这个产品也还不错，但我总得有点个人特色吧，我得有点个人的这个小风格。所以呢，我就上架了一些，比如说吃个牛啊什么的，就这种。啊，这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标题狠，还是说里头内容确实也那样？
确实内容也是跟平时有点不一样。然后呢，就是懂的都懂，全是科技与狠活儿。这款胶囊呢，该胶囊内容设计违规，平台已下架。那懂的都懂是什么意思？什么呢？就是里面你懂的都懂。听君一席话。哦，我明白了，懂的就是一些违禁视频。对。但它是等于内容违规了。对对对对对。哇，哎，那你懂的都懂那边还有什么存货吗？就是没，有人想消费？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只是问问，细节问。我有个朋友，那个什么北，他私下聊。对对对，私下聊，私下聊。然后呢，我在他的空间里面还找到了一些除了完美人生的黑胶囊以外，还有是血腥暴力的。然后呢，其中有一款黑胶囊呢，就是你看是画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纸条，里面啊，有感觉上是一张大嘴，然后这个嘴巴里面呢就有各种动物，比如说有牛的，就感觉上是吃了这些东西，所以跟他那个吃了一头牛，让我觉得会是差不多的类型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血腥暴力呢，就是感觉上是2个胳膊，胳膊上全是刀痕，然后都在流血。还有人要体验。最后一个就更加血腥了，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小人儿，本来是好好的，然后就相当于被肢解了，对，五马分尸了的感觉。过分了。我有一个想法，新来这里呢，他其实是来偷内容的，偷黑胶囊的内容，然后去复制了一下，然后在他的网店去售卖。它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产品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想挣更多的钱，我势必要有这些素材，但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嘛，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来体验黑胶囊。我体验完，只要这个我从梦境醒了之后，哦，你就有这个记忆了。对，我就把它赶紧画下来，画完之后我就给它上传，上传之后这个就可以变成去售卖。他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个剪辑台，把这个台放在之后，然后剪辑完一下，一会儿变生成了那个梦境。哎，对对对，盗版、盗摄，对吧？枪版，所以我就一传上去呢，有的时候就被盯住了，他就给我下架。但我无所谓啊，因为反正我有这个渠道。哎，他下一个我上10个，他下一个我上10个，所以慢慢我这店就做起来了。然后再加上靠这些，就是说白了有一点擦边的那个小内容，这个就是我赚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哎，比如说你看完一段记忆之后，你会那段记忆就消失了，就是这段记忆还可以再给别人看吗？不可以，不可以，一次性体验。那个胶囊里面的没了，但我有了这个故事，可是我再去提供的时候，它就不是黑胶囊，它只是普通的，因为它不是我真实的体验了。哦，它再转换就会变成普通胶囊了。对，普通胶囊，对。啊。然后呢，就是在他的钱包里面找到了一个类似于一张卡片，上面说：“你想忘记痛苦吗？未解的痛苦如同无形的击打，会时刻的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然后就是心理治疗师的一个联系方式，叫费治疗。在这个名片的背后呢，还有一个他消费的记录，就是基本上是1周1次，一次1万块钱，就1个月呢，他就消费了5万块钱。就是他一边挣钱一边花钱看心理病。这个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虽然说叫心服，但其实我特别不幸福，因为我的记忆一直是混乱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总有一些东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特别的痛苦。然后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个纸条，这纸条上面就说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这个费治疗呢就跟我说话，说完话我就睡着了。睡着醒来之后，我就发现，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呢，确实是快乐了很多，因为我不记得了嘛。哦，对，忘了。就有一些可能在之前进进出出比较模糊的事情就不存在了，但我只能记得说，我之前通过一个纸条，然后来到了这儿。所以我觉得这方式真不错，我就1个月就不停的来消费，所以就来消费了5次。他说的是把你不好的记忆给忘掉，其实就是他把你记忆剪掉了。然后我在他的房间找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在床垫里面一张画，真的还蛮吓人的。很吓人，就是好像是有他自己的五官，也有别人的五官，然后呢就把所有的不同的五官集合在了一起，还写了一句话：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我去肺治疗那里治疗了5次之后，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我整个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人。有一天，这个肺治疗突然间给了我一个方法，他说其实有这么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它那里边你可以去体验一个叫黑胶囊的这个东西，体验完之后你一定有别样的感受，所以我就开始体验。体验完，突然有一天我自己醒来，我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记忆的真假部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然后我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怀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在我的头脑，我是一个由不同的角度拼起来的一个碎片的人。我知道这好像是跟我不停的尝试黑胶囊有关。我知道我不能再体验黑胶囊了，因为我已经很破碎了，我已经很混乱了。可是这个东西就太上瘾了。每次醒来，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再去了。可是鬼使神差的，我又去网上预定，然后用挣来的钱，我再去体验。对对对。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一次来我就能体验10个，就整个全开盒。幸亏只能体验10个。对对，但是我已经是一个错乱了。它是一种新式的这种上瘾的毒，好可怕。你是体验到你自己的黑胶囊了吗？我没有体验到我自己的，但是我无法判断。就哪怕有一天我体验到了自己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对，我整个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人，好可怕。就是这是有一个案例，就是陈自己的记忆很完整，然后他体验别人的黑胶囊，他能很理性的做出判断，并且对，而没有出现新这样的情况。就是2种假设，一种是新因为自己被抽取了一块记忆，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被抽取之后，像刚才何老师说，他在黑胶囊里边看到了自己被剪掉的那块记忆，他的认知就会混乱。这还有一个问题，就导致跟我聊天的人，比如说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的人生是真的假的。那你那么在乎真假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真真假假分不清了。不是，因为他参与过太多人的这个人生的记忆了，所以他不太知道谁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人生了。对，这是我生命的缺失。你们觉得是我在这儿跟你们聊天，其实现在是100个我在跟你们聊天，我这里都是头。不是100个，是250个在跟我们聊天。然后我找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感觉上是就偷拍了，有一个人，然后拎着一个行李箱，一个男生，然后走在这个好梦旅社的走廊，打了一个红色的叉叉，上面写全都怪你们，这是你写的对不对？这个人是谁？4月16号，我来这个酒店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肺治疗。肺治疗。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他，我很诧异，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会遇到这个人？我就跟着他，结果他进了甄经理的办公室。我就在外面听，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做这个勾当，就是窃取我的记忆，然后又把它变成黑胶囊再卖给我。我觉得我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冤大头。我在肺治疗这里消费，被窃取了记忆。然后他又把我介绍到了酒店来消费，我消费完之后，我又变得混乱。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这个背后难道是真经理吗？是他是最后最大的 boss 吗？可是我又觉得应该也不是，这应该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我也心里藏着一个私心，就是我也想调查清楚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把我变成这样的？啊。我觉得他最惨的是，他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全面受害者。首先，他自己的记忆被废治疗提去做成了黑胶囊，他是那个牺牲者，同时他又是消费者，他又享受别人的黑胶囊。在别人的胶囊销售之后，他上瘾了之后，他不但要花钱，而且反反复复丢自己成为别人，再去看到真实的自己的破碎，他会混乱。所以他现在是整个的从各方面体现了这个黑胶囊的可怕之处。碎了。可是你应该杀的是废治疗，还是应该杀的是真经理呢？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真的不记得，就是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个玩法，好。然后在星星的房间就是这些了。你的100秒还发现了啥？我的100秒有99秒在找案发现场在哪儿。案发现场在哪儿啊？哪个是案发现场啊？哎呀妈呀，撞死！太难了。我还以为100秒你又去消费了呢。最后90秒到了案发现场，然后就只是发现了有一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呢有3个锁，它很奇怪，就是你得找到3把钥匙或者是3组数字才能把它打开。好了，我就是发现了这些。谢谢。下一个有请勋。我去了欧的空间，从此一个有钱人要被撕碎了。首先啊，有很多名牌包包啊，还有墨镜什么的啊，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啊。有钱人不得有点，对吧？细软吗？他玩了这个黑胶囊啊，什么主题？玩了2颗啊，这个主题叫天上人间。是科幻吧，还是科幻的是吗？来，快给我们解释解释。就是在热气球上打麻将。这你骗傻子我都不信。太这玩意儿啊！球上打麻将，有没有不变的诺言？是真的。我还找到了一张 M230年12月25日他在 M 市收容所拍的照片，好像跟他们也不是很合群，但他也不太难过。5年前你怎么在收容所呢？童年的事情，我有好多事情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我有一个特别爱我的妈妈。我也没有朋友，我妈妈就是我唯一的朋友了。1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了嘛，去世了。我15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收容所。我应该是家庭条件不错的，我穿得很好，打扮得也比较精致，跟所有的小朋友们就格格不入，大家就开始排挤我，就觉得我在显摆，我在炫耀，他们就不理我。他们仅仅因为你精致就不理你啊？因为对你优秀说三道四。那因为你同学里没有他去了他们就不烦。对呀。他这比你还显摆。他去，他俩就做好朋友了。就算他们欺负我或者是嫌弃我什么，但是我也还会挺乐观的。我不记得我自己大名叫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叫我乐乐。我的手上有一个欧的这个印记，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就叫欧快活啊，欧快乐。欧快活。
这么具体的一个，好具体，太具体了，这真是你妈妈给你画的欧，还是谁给你绘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能问个问题吗？可以。你的记忆里面有爸爸吗？没有哎。好的。在收容所的日子，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是挺快乐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又会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妈妈去世的时候的样子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瘦骨嶙峋，然后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就确诊了自己得了抑郁症，经常会哭，然后会伤害自己。有一包棉花糖。想念妈妈的时候呢，就买一包我和妈妈最爱吃的棉花糖，感觉妈妈还在我身边，好幸福。还有一个糖类过敏药，糖类过敏药，因为他想他妈，他必须吃棉花糖，但是他又过敏，所以他就必须吃过敏药。18岁我就离开收容所了，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的社会经历，我也没有学历，所以我只能社会上去打一些很便宜廉价的劳工。当时你并没有钱。对啊，所以我就去打工挣钱啊。那你在收容所又很精致，花的。对啊，你每天都穿那么漂亮，谁给你穿的？对啊，我不知道谁把我送到收容所的，那就是他们给我穿的衣服啊，我哪知道呢？这个棉花糖是我跟我妈妈最爱吃的东西，我经常想起我妈妈的时候，我就会去买棉花糖吃，觉得那是妈妈的味道。来一颗。很奇怪的就是，吃完这个棉花糖之后，我觉得我反应变慢，行动迟缓，我就开始去看医生。医生说我是极少见的糖类过敏。这不对啊，因为我小时候就吃啊，它就不会过敏啊。过敏反应是什么呀？就是说爱cosplay。吃完之后，过敏反应是长蓝头发啊，好痒。吃完之后马上开始打扮起来，头发变蓝了，就。哎，过敏的反应是爱装富。装富炫富！一过敏之后，我以前我赚钱了，我有钱，我有钱。还有一束干花啊，记得去快递站拿，放在妈妈墓地的小雏菊。妈妈有鲜花陪伴，不孤单。但是这花其实没送到，因为它是干花。我想去给我妈妈送这个花，但是我想不起来墓地在哪里，我也记不起来我跟我妈妈曾经住在哪里。还有一个超强无糖薄荷含片。要记得医生说的，远离戾气和危险物品，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吃一颗超强薄荷含片，打断痛苦状态。为什么要远离戾气和危险物品？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有人建议我去看一看不重要的心理医生，医生就跟我说我确实得病了。我觉得这一切原来都是有原因的。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失忆症不符合任何心理疾病。你不是自己病了失忆的，你是被截取了记忆。对对对。他就给了我这个药，说如果我觉得痛苦的时候缓解一下。打开了一个日记本。哇，夹到这儿了，有一个密码。啊，这密码就是车牌号。然后里头有个张名片，叫老烈。老烈了，你真能，老烈都能行。高价收购，安全保障，快速无感，也是一个黑组织。哎，黑组织的名片都是黑的呗？对，这么明目玩的，我是黑的。这里头有他的日记啊。我的妈妈会用手电筒和我玩影子游戏，
我们用手指编故事，他教我做出影子、兔子，一大一小两只兔子蹦蹦跳跳，许愿永远在一起，一定要找到真相，找回自己的记忆。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我拥有过快乐。M235年2月2日，我的妈妈总会在我受伤的时候，在创可贴上画跳动的音符，告诉我，等她唱完3遍就不疼了。每次去海边的时候，我的妈妈总会把贝壳扣在我的左耳，只有美人鱼可以听到贝壳里的唱歌哦，然后悄悄地在我右耳边轻声哼唱。我和妈妈会经常一起做捕梦网，妈妈总说噩梦会被彩虹缠住，美梦会从铃铛里掉进枕头。我的妈妈很爱带我去游乐园，她会把我打扮成小公主，然后给我一个香香的吻。妈妈的吻是棉花糖的味道。一定要找到真相，找回自己的记忆。我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我拥有过快乐。M235年4月5日。老聂是干嘛的？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也是打一些比较底层的工嘛，就跟很多人接触。有一天我就听到他们在说，有一个叫老聂的，可以通过他出售记忆的方式换取大量的金钱。记忆可以提出来售卖，怎么会有这种事？医学不是无法解释我的这个病吗？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被拿走？后来我就萌生一个念头，或许可以通过这个去查找一下我自己丢失的记忆是不是能找回来。然后我就找到了他，那些收购记忆的人呢，只愿意接受交易，但是呢，我不会告诉你我这边的秘密，我没有办法，我就装成卖记忆的人换钱。他跟我说，他只买最珍贵的记忆。那我最珍贵的记忆就是跟我妈妈相处的时光了。我不想把这些时光忘掉，所以呢，我每次在卖这些记忆的时候，我就写下来。对，以防我会忘记。那所以他这几篇日记是他卖过几次？不是，他每卖一个，他记一下。对。这解释了你18岁到20岁2年这个巨额的金钱怎么来的？就是我卖的这些记忆换来的钱，靠卖梦致富啊！他没有说的那么有钱，他没钱，他就是今天穿的漂亮，他口嗨。我开始频繁出售自己的记忆，以此赢得老聂的信任。我问老聂有没有人卖记忆之后会忘记自己卖过记忆这件事。还会出现一些莫名的画面闪回，他告诉我，说明这个人被强制提取记忆了，就是非自愿的。这样做呢，会导致被提取的人精神错乱，所以我错乱了，因为我是被迫的。对。对。哦。其实老聂跟废治疗是2种人，废治疗是在偷，老聂是在买。他给你钱买你的记忆，出于自愿。你的混乱在于说，你记得你跟你妈妈一直吃糖，可是你有严重的糖的过敏症。对对对。所以这是错乱的，就说明你曾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过。然后这个是打开那个日记本的一个密码，是车牌号 MAR999。MAR999，你也有这车呀？你是他的妈妈啊？你不也20吗？他不是20岁吗？没事 ，It doesn't matter。吓死我了！他手机里还有微信，老聂给他发的。你最近很 emo 啊？看你是我的老主顾，给你送个好东西，别外传。好梦旅社的邀请函，女人赚了钱就要对自己好点。我给他回懂，也是 M235年4月5号，也就是他最后一个日记的日期。有一天他给我发这个信息说，哎，你最近很 emo 啊，我给你一个好东西，对，去体验一下。我说哦，我说还有这个，4月8号我就来了。哎，下一位陈，有请。OK， 我去的是容易的房间。
哎呦，我倒要看看。欣欣已经开心一半，至少有一个不是。现在已经戳穿了我是装有钱了。对对对。那右边的担子好轻啊，左边很沉重。实锤来了，实锤来了。上来就实锤啊！上来就实锤啊！用了10个胶囊，从血腥暴力1一直玩到血腥暴力10。哦，舍得花，舍得花。那不一定，我也整了10个。第2个实锤，有一本《名流》杂志，封面是他。完了！不但是杂志叫名流，他的表情也很像名流。高高在上啊！完了，担子更沉了，不但有钱还有名。完了，名流完了，名流完了，名流。我看看，是自己批的吗？我们不干那事。然后接下来又有实锤了，现实版的继承者。哎呀！哇塞！20岁，豪门公主的璀璨人生。底下还有拼音，豪门公主璀璨人生。你要么你写个英语呢？照片也是拼音啊，豪门公主。璀璨人生，璀璨人生啊，难产的璀璨人生。上面写着4月28日 ，K 集团董事会成员老 C。老 C 来了吧？我真的有啊！我被预言了，被预言了，被预言了！我有的。老 C 豪掷千金，在私人岛屿为其独女容易举办了一场奢华的20岁生日派对。真的，我是真的。你怎么证明你这个记忆是真的？我不信，我也不服。他左边和右边应该是跟他关系很好的人，左边的头被改成了一个 ATM 机，大概率是他爸爸取款机啊。然后右边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的，但是这个脸被他划掉了。这个是你的父母。被划掉的女生呢是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所以我对我妈妈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就把她划掉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传闻中的豪门公主热衷于环球旅行和极限运动，18岁的时候容易被西西弗大学金融系录取，一举成为豪门最美学霸。哎呀，不但有钱还有脑子，完美人生，太优秀了。正如网友所言，有些人的起点已是他人难以企及的终点。他点谁呢？我不知道，哎，那个舒克贝塔。我们是无名鼠辈，辈称这些东西。哎，你俩耳朵没了。这说起来了啊！爸爸他是 K 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我是他的独女。然后呢，还独女，没人跟他分家产。小时候呢，爸爸总说希望我幸福快乐，生日呢也会给我办最大的 party。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却永远没有时间陪我一起吹蜡烛。哦，18岁生日的时候，他就说今天可以陪你一起，我就特别开心。马上0点要吹蜡烛的时候，他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往外走，跟我挥手，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吹蜡烛了。然后我就自己把蜡烛吹完，那一刻我就知道说 OK， 我的人生就是钱管够，爱没有。钱管够，爱没有，恨没有。但是我想我18岁了嘛，我人生总得有点追求吧，我就决定到国外去念书，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就是最有名的是西西弗大学，很难进。然后爸爸知道了，二话不说就直接给那个学校以我的名字捐了一栋楼，叫金融楼。
不是这段故事你讲不讲其实都行。真的，越听越难受。楼掐人中。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平淡无奇，好想过一种平淡的人生啊！没事儿，但是我这个坦克在外边，没事儿，待会儿咱们撞他啊。他的坦克在外面。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花钱，如何花钱，气别人，如何花钱。我活着意义就是气死你们。好，朋友们，这顿炫耀挨过去了，挨过去了。简直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我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是往往啊，有钱人他确实这来怎么着？确实有一些弱点。得有。快，大奖特奖！快！哦，仲裁！渲染，幸灾乐祸，加强带棒，把它给我渲染出来。我要是没搜出来，会不会跟他一起挨打？会，不行，爹也要说。他有病！有病！什么病？刚才那些都是假的。没。他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他在吃一种药叫感力多，此药为绿色的药丸，1日2次，每次1粒，主要针对他给撕掉了。适应症是什么呢？撕掉的原因呢，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病。哦，我本来的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然后我可以半夜凌晨3点钟突然想去，别炫耀了，突然想去你坐飞机，然后去看火山口，然后我就去了。哎呦，我想要刺激，我要不停的去用物质来满足我自己。突然有一天呢，我就发现所有的这些刺激不了我了，没有感知了，没有情绪了。然后我就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我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病，叫做情绪无感症。他无忧无虑就会无聊，就会出现无聊的这个痛苦啊。他就最后变麻木了。对。后面有一些这种有声照片啊，很严重的车祸现场啊。不是车祸现场，堵车现场是吧？是堵车。医生跟我说，除了我要按时吃药以外，还要可以到各种不同的很刺激的场景里面去刺激自己。有人告诉我说，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对，路怒症，把自己的车横在马路上，告诉他们说，哎，我车坏了，然后所有人就下来就按喇叭呀，然后敲窗户，你就会觉得开心。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他无感，他自拍一张无任何表情的照片，就你们催吧。还有他在一个葬礼上，然后他也无感。那可不，别人葬礼你可不无感吧？是谁的葬礼啊？跟我感情很好的二大爷。二大爷呀！我去你二大爷那儿那个葬礼了。我二大爷的葬礼，我也是什么感觉都没有，悲伤的感觉没有。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体现快乐，这是去了乐园，上万人一起去倒数放烟花。我很早就去了，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等所有人哇欢呼烟花。也不行，我没有感觉。然后他就吓唬自己了，是不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一般人去呢就会被吓晕。我待了48个小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最后是因为饿得不行了，我才离开。那他还有饿的感觉？对，我有生理的这种感觉，情绪无感症，就是情绪无感。对我还是会饿。都是钱闹的，都是那肯定钱闹的，对，没钱他就有感了。所以你来这用这个血腥暴力也是想找点刺激，看能不能让自己有感觉。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看我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效，就说：“哎，这个好梦旅社它有黑胶囊，你来试试。”后来我发现，可能黑胶囊都满足不了他的阈值了。肯定。他有一个手提箱啊，手提箱里有个画框。哎呦，这个底下的那幅画好像是一个女生吧，拿了一把刀。他要自杀，你想自我了断了？不是，是因为我发现我来了这儿以后呢，我看了很多的黑胶囊，我都没有任何感知，还是直到我开始看非常血腥、非常暴力的时候，才能激起我内心的一点点的兴奋啊。但是呢，一结束我就又回到一个麻木的状态，慢慢的我就对那种感觉就非常迷恋。
上瘾了。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血腥的刺杀动物啊，怎么各种细节的时候，我甚至在想说，哎，杀他跟杀一个人会不会有差别？他已经看过这么多的胶囊了，他有可能想要真的感受一下杀人的感觉，所以他来了。哇，这是他的杀机啊！那如果把这个作为杀他的杀机的话，现场可能现场那个太简单了，太 peace 了，是不是？嗯。因为刚才我先听了欧的故事啊，欧刚才说他的有一个小名叫乐乐，我的小名也叫乐乐。啊！你20岁，我也20岁。你叫乐乐吗？我不叫。哎，我叫乐乐。我看你挺乐的，舒乐。所以反正就很奇怪，第一是乐乐很奇怪，第二是刚才欧说的车牌号，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妈妈也是留了一个。我可能跟欧之间有一些记忆方面的，明白，有可能。啊。好，那请下一位改欣。我去的是何的房间，何家教，他也提案了一个基本低消是2个。对，不需要说的这么的窘迫。一个基本的低消啊。主题是什么？兄弟情深。兄弟。然后我看到了何家教的一个名片啊，他的教育背景是常青树名校文学系硕士，他的特长是擅长讲故事、变戏法。变戏法。然后他有一个他的自我介绍说，文能提高成绩，武能陪伴逗乐，高端教育的不二之选。啊。他对他的每个客户都做了精准的分析。好，我就知道这个书后面会有一些东西，不然还能藏到哪里去？上楼人家儿子，这个是他当家教的客户。上流人家儿子上公子。爱玩，陪他玩的开心就是有小费，骑大马1次200，上面有那个4个证，就是被陪了玩了20回，扮怪兽挨打1次500。幼教啊？不然我穿这个样子。就是都是扮大马骑混怪兽啊？对，高端家庭的幼儿教育。幼教。他这个服务非常多啊，变戏法1次300。继承姐的儿子季公子，季公子就重视学习了，考试成绩提高1分就给1000块，他这是什么他都能教。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下面有一句话，他说要努力赚钱才能去那里。就是这儿。你想来这里？我要来这里。这是我现在的日常，我就是通过做高端家教来赚钱。然后我要来到这里，来到好梦旅社。那你怎么不继续看一看？这个好梦旅社是不是其实你很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什么？这叫前身。因为我发现了你有一张合影啊，这个合影上面写的是真心庄园，这个真心庄园跟这个好梦旅社的建筑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真心庄园这张照片挺有意思的，它有一堆小朋友的合影，其中有一小朋友就是他。我是河童话，是谁的童话书没有盖严，让我这个小王子跑出来了？10年前的4月23日，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叫做好哥哥，我们俩一起杀了我们的养父。哇，说的好平静啊。好的。但是好哥哥入狱了，我呢是进了少年管教所，因为我10年前是16岁啊。但是因为我的犯罪是在这养父的一种心理诱导下，激发了我的暴力倾向啊，所以我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被轻判了。我只待了6年，我是22岁的时候结束的服刑，也就是4年前。那么出来之后呢，我马上就回到这里，我想看看我最好的朋友熏魔术会不会在这儿。就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小伙伴们都不见了。他确实是在这张照片缺了一个人，然后上面说熏魔术，我一定要找到你，然后是你搂着他，旁边还有4个小孩。哦，兄弟情深说的是你俩。后来我就只好去讨生活，但是因为我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又有这么一个案底，所以呢，所以这个是造假啊，造假了。对呀，所以刚才陈研究一出来，我就问那个您那是真的吗？所以你的是假的？我的当然是假的，因为我其实唯一的本事就是我会说故事，我是一个非常会编童话的人。哦，合童话，合童话。所以我就伪造了自己一个名校毕业的身份，去一些所谓高端的家庭给他们做家教服务。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是因为今年的3月20号，我又来这故地重游，我突然发现，哎，这怎么焕然一新，就重新装修了，然后叫做好梦旅社。哎，突然我看到熏魔术从里面走出来了。我就冲过去拥抱了他，我说：“兄弟，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说：“你哪位啊？”就是他吗？是熏魔术，长是这个脸。他都不姓熏，他姓魏，他叫魏旅客。对对，他魏旅客，魏旅客。他报的是真的熏魔术，但是熏魔术不记得他了。熏魔术已经卖了自己的那个记忆了啊。然后呢，我抱住熏魔术，我就说：“兄弟，我想死你，我终于找到了。”他说：“对不起，你哪位啊？你认错人了。”我就马上拿出刚才的那张合影给他看，我说：“你看，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你叫熏魔术。”他说：“对不起，没有这回事。”我说：“你还跟我讲过小黑兔的故事，你记得吗？”他说：“我确实偶尔在梦里会梦见一只小黑兔变成了一只白色的鸟，飞向了天空。”但其他我都不记得啊。我就说那好吧，那请问这个好梦旅社是怎么一回事啊？哦，他说这个地方它是每周只有2、3开放，然后你必须拍到邀请函你才能来，就可以体验这个海量的梦境胶囊。同时你还可以定制体验黑胶囊。就是梦境胶囊，你抽到一个感受一下，然后只有黑胶囊是，比如我要定制血腥暴力，定制兄弟情深，它是可以定制的。所以你想看兄弟情深？对，就是因为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所以我其实是想要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兄弟的感觉。我看到了一个你跟有问必答事务所的一个他给你的回信啊。这件事情发生在3月25号。他说：“您委托我事务所调查的好梦旅社由 K 集团出资建立，旅社内提供售卖黑胶囊的服务，但黑胶囊的内容大多非法采集于真人的记忆。
且被夺取记忆的人，大多数会出现失忆或精神错乱等症状。你在调查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我就说他这个好梦旅社和熏魔术不记得我有关系吗？我就去问了有问必答，结果我才知道这个好梦旅社是 K 集团的，他提供的黑胶囊是非法汲取真人记忆做成的，而这个被采取记忆的人，绝大多数都会失忆或者精神错乱。所以他需要进一步确认兄弟情深的这个胶囊，他来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从熏魔术的记忆中窃取的。因为他看别人的人生他不认得，但是如果他看到的是熏魔术的记忆的话，他是认得的，因为跟他自己的记忆对得上。然后呢，我又在他那个床头柜的下面翻到了一个带密码锁的箱子。这个下面会有啥？嚯，果然，床底下密码。然后这个箱子呢，它的密码就是很体现兄弟情，就是熏魔术的拼音。里面是哇，一盒这种胶囊。然后有一个是打开的，剩下都是合上的。上面有一行字儿叫“绝对不能让他发现我剪掉了他的记忆”。啊！但是这个不是黑胶囊，都是普通胶囊啊。不是，是黑胶囊，它就是没有贴上面的标签。哦，还没出厂呢，原始的。对。谁剪了谁的记忆？这个，密码锁跟友情无关。哦。因为这个密码不是我设定的。4月15号，半个月前我来过。来了之后，我就潜进了经理室，因为我觉得经理室的线索一定是会最多的。然后我就在经理室看到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呢上面有一个魔法标志，就是这样的魔法标志。那熏，我就想说啊，这该不会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吧？我说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就用 XMS 这个熏魔术的这个密码打开了，打开完了之后就全是黑胶囊。还有一个说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剪掉了他的记忆。我说剪掉了什么记忆呀？这难道是熏的记忆吗？我就把整个盒子拿回到我的房间了。然后10点钟的时候，我就体验了其中一颗，就是打开的那一颗。我就梦见我在给一个小朋友变魔术，我让一个小黑兔变成了一只白鸽，白色的鸟飞走了，然后我对面的小朋友就开心的鼓掌，然后我就对那个小朋友说：“请你相信，你会魔法，再黑的兔子也能变成洁白的鸟，飞向希望。”这就是我跟熏的故事，这就是他的记忆。然后我就读到了这一段，我知道一定是他把熏的记忆给弄走了。对。然后你把它拿走了。上次我把它带走了。所以他不知道吗？这个东西要丢了的话。我第一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第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是我拿的。就是他这件事已经能确定那一箱都是从熏魔术那儿剪掉了，所以你就能杀真了。是这样的，我确定是这个罪恶的地方夺走了熏的记忆，但是真他介入了多少，他又是在这里面什么身份，我必须要继续弄清楚，所以我又开始回去打了半个月工。啊，你要调查。所以今天我又来了。我说一下我回来最主要的原因。我是不是又消费了2个那个黑胶囊？对，因为那是低消，你必须要消费。因为我不需要在那个里面再去找我跟熏的故事了，因为熏的所有的胶囊都被我带走了。我其实是想要找有没有可能性还回去，把这些记忆还给熏。所以我想要找真，就是去搞定这件事情。结果你见到真了吗？我昨天2点半入住的时候见到了。
但是你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谈这事儿，对吧？但这个其实不也是一种杀机了，就是说，如果他隐瞒的话，就是说他其实质问他，然后人家真的告诉他说没有可能恢复了，然后怎么着，这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得嘞，是到我了吗，侦探？对吧？是吧？哦何老师了，何来吧。好，好，首先呢，魏旅客他用了2颗顶流人参的黑胶囊，顶流人生哦，过艺人的生活，各种顶哦，各种顶啊，魏大勋的生活，哇，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欣，你看到魏的脸会熟悉吗？何止是熟悉，简直是愤怒啊！你怎么对谁都在这看呀？为什么？我在他的台灯底下发现了一整盒的名片。不，肺治疗的名片。啊，他是肺治疗。就是他，就是他，侦探，你是肺治疗？他的名片后面写了凭什么？你听这话什么意思啊？凭什么他们的努力就能换来幸福？亲眼看到他们跌入深渊的感觉，不要太快乐。就是很社会，你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他有这个 K 集团的标志，他叫魏旅客，他的级别是顶级猎人。好，我是一个努力呢无法得到回报、被生活抛弃的人。那每当我就看到那些就是面容特别开心啊，就是大家很欢笑的呢，我就在心中会涌起一种莫名的嫉妒啊，非常恨他。然后呢，我就去了 K 集团应聘，就他们录取我了之后，我才知道我变成了一个叫记忆猎人。哦，有这个啊。记忆猎人的任务呢是制造并收集极致、离奇和最真实的记忆，因为提取记忆必须要在大脑最活跃的状态，并且是自愿切割记忆。如果强行提取呢，会造成提取者精神错乱。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通过买，对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我就花钱买你的记忆啊。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就是我是一个心理医生。那你催眠完了，你就可以盗取别人的了吧？不是盗，就是他说不是盗，他的角度是啊。你想用这种方法假装治疗他，把他治好，实际上就是你把他给盗了。不是你把他记忆删了，不就相当于给他喝忘情水了吗？没有删，你给人偷了。不是偷，就他就没有了吗？最难受的事他不知道了吗？没有，之前没有说删掉。删掉和咨询是2件事情，但这种是骗呀。对呀，他认为不是骗呀。那你就是偷啊！你就是偷啊！作为当事人，我觉得你就是偷。这种算是非自愿提取，因为你跟他说的是心理咨询啊。对，不是，不对啊。这种是自愿提取。非自愿提取是在他不被告知他要提取的记忆。你这个也没有告知他呀。对，你也没有告诉他说我要把你痛苦的记忆拿取啊。你看大家的这个感官是雪亮的。我坦克呢，过来再撞他。而且大家看到了我的状态，他们觉得我就是错乱的，这个错乱就是你造成的。来，这位女士也稍安勿躁一下啊，你也不要殃及池鱼。你不会要变成一只抓狂的驴！哇！你给我解释一下。不是，是这样。你说你很难受，你说让我给你疏导一下，说是现在我就很痛苦，我就能让我不难受就行了，然后我呢就把你的记忆呢放到了我的这个机器上，然后我就把你这段你最难受的记忆我给掐了，
是这样的，他这种就是你有一段记忆很痛苦，对不对？对啊。能治好你，你回来之后你这段记忆没有了，是不是可以了？治好了，那你现在不痛苦了吧？完全不痛苦了。你看我像不痛苦吗？那你为什么一直会来找我呢？我有一，你还花钱来看哦，你每次都要花钱，1次1万哦。我有一种理解，就是有可能他说的是对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困扰他，他想把这个东西疏导了，提取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有可能这个黑胶囊里面还有一些珍贵的好的东西，是别人不愿意把它。就是无论如何，不管你是比如说拿钱给我买，或者我生病了我去给你疏导，我也不会愿意切掉这个记忆。可是这些记忆是非常多的，在黑胶囊里，它一定有别的手段。非法提取的是一些珍贵的，且不愿意被人主动割离掉的这个东西。还有我还没说了，为什么我会成为顶级猎人？他老猎人也会把旅社推荐给你。就是我成为顶级猎人是在心理咨询，我会遇到很多客户，然后截取他们的这个记忆，记忆完之后，我跟他们联系好了之后，我也会把这个推荐给他们，然后这个来回多了之后呢，业绩就上来了，业绩上来之后，我就变成了销冠顶级猎人。那提问，你有给我发过短信吗？啊，就类似一些什么新年快乐呀，最近变天了，你照顾好自己啊，这种没有这种，没有，不是你，但在你的记忆里有。不是，我不确定这个人是谁，所以他刚才说他本性还不错，我就想说，万一他还有一丝良知，在拿走了我的记忆之后，还慰问一下我。你是花钱来看病，我把你病治好了。不是，你没有给我治好，你是把我变成了一个脑袋空空的人。我原来这里很丰富。就这么说吧，他胃疼，后来他出院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胃切掉了，你不会疼了，你感谢我吧。记忆跟胃不一样，我是把你肚子里饭掏出来了，然后你又饿了，记忆更不同。哎呀，他的身份就是这么一个身份。然后呢，好梦旅社1号店，我们现在在的就是好梦旅社1号店，也就是他所在的集团的这个所谓的门店。这个门店呢，在去年的4月3号发出了一个悬赏，即日起悬赏幸福童年记忆，需要没有瑕疵，要求是家庭温暖（括号父母陪伴，时间充足，无忧无虑（括号不缺少朋友，正向性格（括号乐观、自信、阳光，暂无截止日期，数量不限，越快越好，悬赏金10万1条。啊！定制了，定制了。有人找你定制了吗？不是，就是他们单位。这活儿就是单位发了一个任务嘛。啊，任务，你要去完成 KPI 是吧？但是呢，他在下面写了一个小孩不可控，还是从大人下手。然后呢，他拍了很厚的一摞孩子的照片，这些孩子都很快乐，要么就在阳光下奔跑，要么就是父母小心翼翼地牵着他下楼梯，要么在荡秋千，都是孩子很快乐的瞬间。他都动了心思，但幸运的是，他在每一个后面写了不同的日期，从234年的4月16号开始，就每张照片后面都写了一个失败，就是想要提取孩子们的记忆失败了。我觉得这样呢，能够佐证他的方式方法，应该来说不是穷凶极恶的。就这些孩子可能根本不接受他的 PUA， 对吗？对，通过心理咨询，你很难让他说，你们想想你最幸福的事儿，然后把它忘掉。对。自愿，对，必须有一个自愿的前提。他真的不是一个最坏的那个人，虽然他干的是一个坏事儿啊，因为他心中是有规则的。他有一张照片是235年的4月20号拍的，这上面有3个黑胶囊，但是没有贴标签。他在背后自己写了一个：这种破坏规则的人就应该坠入深渊，别想好过。这是什么东西？我是每周都弄完了这个胶囊，我是在晚上8点我会来交货。哪天？ 4月20号嘛。4月20号那周日。
然后呢，我发现呢，我交这批货呢，甄经理打开了抽屉，把这个胶囊放在里头了，自己留了3颗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留这3颗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自己私用吗？还是？然后我就觉得这种行为是破坏规矩，我很气愤，就是我不能容忍这个经理，我辛辛苦苦拿来胶囊，他在自己这儿私扣。哦，利益纠葛啊！就他私扣了3颗，就坠入深渊，别想好过。然后呢，我本来想要去调查一下，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好梦旅社呢，它戒备比较森严，所以呢，我就搞了一个邀请函，我是想要来这儿看完胶囊之后，找机会去调查一下。你查到了一个进货单是吗？对，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个非常详细的。哦，手机，不拿手机走吧？手机不随身带着，有没有密码？哦，这是什么？从2、3、4年7月到今年4月的一些黑胶囊的到货单和上货单。这些胶囊里面包括的门类有完美人生、血腥暴力、兄弟情深、青春校园、天上人间、顶流人生、幸福童年。其中别的相对来说比较是正常是一个表格，只有幸福童年每个月到货90、80，就是90上下，但是一件货都没上过。我回屋放下行李之后呢，我就去了甄经理的办公室，我发现里头没人，我就看着他这个进货单了，我发现原来我所有给他这个童年幸福的这些胶囊，他根本就没有上架。哦，我怀疑呢，他是要把这些黑胶囊，要不然就私吞了，把这些全卖到黑市上去，所以我就拿手机拍下来这张照片，留作证据。然后我拍完这张照片，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休息了。你现在的情绪是在我对面，感觉他好正义啊！对他的情非常有，我又无法判断这个人。好棒啊，居然有情绪。对他就是一方面很正义，但他又把我整。你怎么进入这坑？就是因为这个表现。他一会儿你刚要恨他跟你特别严厉的说，我这样是帮你。哦，有可能。然后你又觉得哎，好像也是哈。哦，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这是他的原则，跟我们想的那个原则不太一样，因为他靠的是效率跟代码。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规则。对啊。就他不是人吗 ？AI 人，不要肆意的猜测我了。不敢，造谣式的猜测可以吗？我觉得这个幸福童年的记肯定是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就是它可能会让你解锁一个什么东西。对，我觉得真也在找什么东西。对，他这些东西不上架，他一定不是把它藏起来，他一定都读了。但他也并没说自己要干嘛。北大，北大，我这北大去了哪儿啊？北大去了门口。首先要向各位咱们咨询一下啊，你们是下午来的时候，真就在那个门口那个前台那儿等你们呢？对啊，因为他是接待呀。我们要坐统一的接驳车，来到这个好梦旅社。我跟这5位都遇见了，对啊，他们也应该遇见了我。对。然后呢，我们到店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电子邀请函给甄经理验证啊。后面6点钟吃饭的时候，我们见不到甄经理了，为什么？是因为是仿生机器人来服务我们。是的。后来就再也没看见过他。没有，我没有。没有。门口写着这个梦幻胶囊，这个等于是直接可以领的啊。是不是门口有这么一个售卖机？是，这是免费的那个。对，畅享。还有一个点是说，每晚22点后开放的是这个胶囊体验，每人至少削个2颗。那22点之后，你们都是几点开始做这个胶囊体验的呀？22点，就是统一22点嘛，也可以23点或0点、11点半什么类似这样的。没有。
我就来这儿就是来感受这个的。都是22点。行，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厅图，温馨提示啊，晚餐后酒店走廊的光将调暗，所谓就是方便各位进入睡眠的这个沉浸式一个过程体验。对，应该也方便凶手在动线上对啊作假，对吧？这个建筑物是一个非常规整的4方形，而它4个方向都有通道，可以上下2楼。对，而且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住在哪，且别人住在哪和真经理在哪，所以他有可能会在动线上做一些手脚。对。然后呢，我们门口看见一个座机，然后这个座机上面有一排号，就是前台的电话号。然后去他房间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座机，被撕了，被撕了，被撕了啊！我们在真的那房间里呢，又拿到一个真的手机。他说拨通后自动播放录音，然后每天早上起来7点，这个手机会自动给这个座机打电话，真就会接。上班是这句话：你该上班了。真打起电话会听见是这句话：你该上班了，早上起来7点，自动打的。晚上7点，你可以下班了。真接起电话说你可以下班了。我跟你说，关键是真的手机在真的房间里，他并没有拿出去，他自己站在了前台上，他去前台上班了。天哪，这是什么情况？我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比如说我们在享受黑胶囊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钟声叮，然后我们就醒了。对。然后他的这个呢，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叮。有可能。会不会他上班的时候，他一旦切换到下班的模式的时候，他的记忆两边是不通的？就是他是2个人，然后且他们的记忆是不通的，是2个状态。对。你该上班了。你可以下班了。所以他有可能会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这边是不知道的，因为是2个状态。现在的疑点就是在于他自个儿屋的这个号码被撕掉了。那撕掉他在干嘛呢？反正就是又有这么一个疑点。然后他说他胳膊上有个 O。这画上是个小男孩在给女生画一个 O。啊？但是可以确定的，小时候确实开了这一辆比较帅气的车啊。但是是个小男孩跟你在这车上。小男孩开这辆车。不是妈妈。而且也是那个 MAR 999，车牌号也是一样的。 2个孩子，2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我是有个哥哥还是有个弟弟？他还跟你玩戏水，是以前的那是鸳鸯啊，两小无猜的，然后你还扮成小丑去逗这个男生开心，而且这个男生也是给你15岁过生日啊，也许是你的话，然后但是鸡皮疙瘩。到这15岁的时候是有钱人家以前戴大金链子啊。什么？大金链子？就是一个项链。你有吗？你有项链？哦。龙凤胎的哥哥或者是弟弟，哦，因为这是15，蛋糕上2个人都有呀。双胞胎。对对对。这不就是他俩同一天生日的意思吗？对。龙凤胎嘛。我觉得他跟荣应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啊。然后就有这么个童年记忆，但是呢，我跟侦探我们俩听半天，感觉对上这3个了，但是这个死活对不上，这个是2个男生，看上去，中间还有一只龟。侦探刚一直说这是陈。
这只龟是非常的重点的，半天听半天了，没听见这王八在哪儿啊？这我认识啊，这我认识啊。这王八在哪？哎，你认识这王八？我照镜的时候发现的吗？这不是就是小绿吗？小绿。嗨，上一句我没承认，我跟你说，我根本没承认，不是，这个地儿我认识啊，你认识？这个一个大拇指的山，点赞礁石这个地儿，点赞礁石，点赞礁石，就有一个礁石是一个大拇哥的形状。这个岛叫古德岛。来，您看一眼，他说他小时候，我亏。这是啊，应该是他的梦想有关系啊。是，这流星雨啊，流星雨。你是大的那个还是？这叫荧光海，荧光海。对，这个地儿很美。你别吐碎片字儿啊！你说一句话。不是，我给你们解释这个地儿啊。不是你们不好奇这个地儿吗？呀，怎么你也炫耀你的文采？我就是对的。时间、地点、人物，地点。你现在说说你是哪位？你是格格还是弟弟还是龟龟？人是谁呀？公主是谁啊？对。然后这个龟龟呢，它是一个海洋里的生物。它是一个海洋里的生物。你说这个话叫做废话。然后这个大的是我，小的是我的发小。是，那肯定啊。对，发小叫什么名啊？名字？他叫可能是他的杀鸡。啊，中间这龟也没有任何的童话故事吗？龟龟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那个龟龟。对，但是这个是你还是记得的。对，我记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说他发小的记忆被那个针给剪了。你几岁啊？他看起来跟你们不是同龄。他像那种江湖的浪子，网吧待了半辈子那种。33岁，你看他有企业了。对。补充说一下这个画来，为什么会在真的房间里边啊？因为真的房间里边有10个幸福童年的这个胶囊，全部都是被使用过了。然后根据刚才的线索分析，他应该还不止使用过这10个，对，所以他其实阅读了非常多的幸福童年的这个。他到底是因为情感需求，还是在找什么线索呢？是不是他一边阅读他自己画下来的呀？就是说他对啊，但是其实画下来的就这么几段，明显其中跟欧和荣，或者说这个叫做乐乐的女孩的童年，高度相仿。这个死者房间啊，它的扔向肯定是发干。然后他倒呢，是从桌子旁边的一侧，大概是头朝对一侧倒的。对，然后顺着他头的那个方向呢，那边的柜子上有什么呢？有速效救心丸。他想去，他是不是想要去拿药那种感觉？速效救心丸的功能用于心脏病患者，禁忌。请勿过量饮上头水或处于极端温差环境，易引起心脏病发作。2个条件会激发他心脏病，一个是饮上头水，一个是昼夜温差。他桌上有高浓度的上头水，然后已经空了都哇！对，而且这个速效救心丸看上去就像是他长期会吃的药，其实知道自己的禁忌是什么。那喝上头水其实是一个需要主动行为的。所以觉得说这个上头水其实是凶手布置的一个假象，对，让我们觉得他是自己喝多了，然后心脏病发了，然后去摸那个。但是这个速效救心丸旁边呢，有一罐糖，融为了一滩，又重新结块。它现在是就是平的，就化过，然后又凝固了。它这个房间的空调啊，里边有一个面板，明确说了这个空调的功能。温度调节的范围是15到32摄氏度，
然后当前的室温是20度，是非常宜人的啊。但温馨提示：温度调节响应迅速，可在短时间内急速达成设定的温度。死者的整个衬衣啊，还是有点湿漉漉的状态。你说是出汗了是吗？对。然后大侦探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这个安眠片儿，4盒有1盒打开了。它的功效是一旦吸入3分钟内陷入深度睡眠，使用方式是点燃之后使用。点燃，跟蚊香似的啊。但是我们在经理的那个房间里边并没有找到哈，就是对应的痕迹。而且其实跟他的死状也不符，因为如果他中了这个睡眠的话，他就不会在死亡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就是像够这个药的一个姿态了。那是这样的，他用安睡片让他睡好了就摆成这个样子，然后调温度，让他温度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他心脏病就发作了，然后就发汗就死了。但是他呈现出来的肢体状态，好像是他喝多了酒，然后想要去拿那个药。假象嘛，对吧？然后他的房间有一本好梦旅社的工作手册。黑胶囊的管理规则：第一，黑胶囊由记忆猎人收集并运送至旅社；第二，经理验收后定级，将符合旅客需求的黑胶囊送至客房供其体验。第3条的规则是旅社工作人员禁止私用黑胶囊。他犯了大忌，所以为旅客起了杀机。我是觉得这个规则，他中间一定要做些什么事儿，所以他其实犯了大忌了。我恨他。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安保措施。第1条，为了给旅客提供安全私密的入住体验，旅社将进行封闭式管理，并配备了情绪稳定的仿生人服务员。这条规则就非常重要了，叫做入住期间每晚20点。以及离店之前，离店就是说你们退房那个周四退房，总部将对各旅社进行云扫描。一旦检测到死亡生命体，将通过云端记忆系统强制对店内人员进行24小时记忆回溯，还原事件真相，钟声为记忆回溯结束的提示音。死者应该是死于昨天晚上的8点以后，就是他现在还没经历过那个扫描呢，8点的扫描呢，也就是一会儿想到钟的时候，你们会经历记忆回溯。哦。侦探，我可以补充一下案发当天的事情吗？说呗，你都回溯了，我有啥不能说的了？说，想就去做，好吗？就我今天早上回想起来，我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又出了一趟门，我想出去转一转，看看找有关的线索。好，行，那我们就听听你们这门去干嘛了。欧，你是从103出门对吧？103出门之后往右转，往右经过了一扇门，104的门，104的门，对，来到走廊尽头。然后再右转，来到了第2扇门前，105的门。我后来又想，算了，不去了，我又掉头回去了。你要去找何家教？我没有想要去找谁，我出门的想法可能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地方，这个胶囊的事嘛，不是来了就是想为了查这些事儿的吗？几点钟？晚饭后对吗？晚饭后。请注意，晚饭后灯光已经调暗了。你的正确表达是不是向右之后经过了一扇门，到走廊尽头又经过了一扇门？对，我们的门牌号全部在顶上。最顶上，对。然后呢，在灰暗灯光下不见得看得清，所以你不见得去了哪儿。然后呢，你现在又转身了，是不是？往回走，走到了走廊尽头，然后左转经过一扇门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说一下我的哈，今天早上9点半我醒过来。回想起啊，昨天晚上，对，我出了一趟门，我是要去找欧问一点事情。我出门左拐，进入了楼梯间，从2楼
下到1楼，出楼梯间后直走，经过第1扇门到欧的房间，然后我突然又觉得说，哎呀，我跟他不熟，回头再问吧。然后呢，我就顺着那扇门再往前走，然后呢，我就走到了走廊尽头，觉得说，哎呀，还是去问问吧。我就掉头回来，想要进欧的房间，但是我突然发现门口有一个请勿打扰的标识是亮着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那可能不方便，我就原路返回了。但你这里面走到走廊尽头，没有说再经过下一个吗？哦，对，他应该经过104，没有。我是9点半醒来之后，回想了昨天晚上要不要出去找甄经理私用黑胶囊的证据。于是呢，我出门后左转，进入楼梯间，上了2楼，出了2楼楼梯间，然后直走。对，208对。经过了1扇门，到达第2扇门之后，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心里想还是算了，于是原路返回到自己的房间。你们如果不想就是给我们就别出案了。什么叫还是算了？你们必须出门才思考吗？真的，这个世界你们怎么这么容易放弃？你们是在用脚思考吗？先上了楼，意识到自己找错了，然后又算了。不是，这地方压根儿就不对，人家在1楼呢。对呀，对呀。韦荣都不管怎么，他算了之后，他又回去都说还是要去啊。这东西是梦游啊，就是一个。对吧？就感觉他这个就是记忆没有完整哦，有残缺。我是觉得他们走的这条动线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他们都忘了当时具体的细节了。对，而这个过程当中，他们3个人唯一承认自己出门的人都完美的避开了经理室。哦呀，经理室哦，对。不是，而且我们3个人把这个动线讲出来了，又对你们。你听，不。安全警报！现在是4月30日20点。现检测到好梦旅社出现2个死亡生命，小梦将强制对你们进行24小时记忆回溯，现在才开始，请返回各自房间，接入黑胶囊设备。2个又死了，现在要我们回去自己的房间接入黑胶囊记忆体。哎，怎么了？啊？怎么了？刚才是梦境，然后我们就醒了。就是咱们刚才经历的所有的那一轮，其实是回溯的他们。星辰大海，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他们是你女儿。爸爸，你是我爸？我不是老 C 的女儿吗？你是老 C 呀？我的生日，车祸现场，爸爸给我买了一个仿真人。我的有一部分记忆在他们那儿。你们被截取了记忆。他的脸像的那个仿生人。哦。凶手为什么要杀掉他呢？凶手有一个面壁计划，他和你们每个人都谈好了，只是现在不记得了。我感觉你们都知道。我去把真彭云，我找到中枢机房，我去确认计划有没有成功。我出了一趟门，心想算了，我原路返回了。我没有出门啊，未发现任何可疑行为。计划不是成功了吗？凶手他把我们出门的记忆剪掉了。他通过这个混淆，能把自己杀人的行为给隐藏掉。荣的动线非常奇怪，但是我可能更想找的是我失去的记忆。为什么不是你呢？我走不到那儿。欧的动线不是他的，我一直在房间里。我们的记忆十分错乱，凶手操控着你们的记忆。我们怎么才能拼出完整的动线？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都对也都错，有因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